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是三星电子受人工智能带动下芯片需求强劲的预期，第二季度营业利润增长逾15倍。高带宽存储器 HBM 等高端 DRAM 芯片以及用于数据中心服务器和运行人工智能服务的设备的芯片需求激增，推动芯片价格回升。三星预测，人工智能服务器将在今年下半年占据更大的内存市场份额。下一条，汇丰控股宣布30亿美元股票回购，并上调了收入预期，因为其在降低业务对全球降息敏感性方面取得进展，这可能会影响贷款收益。接下来这条 ，Temu 卖家因高额罚款抗议，新罚款可达退款金额的5倍。Temu 称，抗议者多为同时在Shein销售的服装卖家，且拒绝通过正常渠道解决争议。卖家称，罚款导致许多人破产或关店。下面这条 ，AMD 发布第二季度财报，超越分析师预期，数据中心业务表现强劲 ，AI 相关产品需求激增，推动营收增长。下面这条，欧元区的通胀率在7月份升至 2.6%， 高于欧洲央行的目标，为央行在经济尚未复苏的情况下是否降息的决定增加了难度。接下来这条，科技股领跌标普500指数。纳斯达克100指数收于6月初以来最低水平。自6月以来，纳斯达克100指数已回吐一半涨幅，罗素2000指数已接近纳斯达克100指数。让我们关注 GE 医疗因预期中国销售放缓，下调全年营收增长预期，股价下跌近 10%。该公司将有机销售增长预期从之前的约 4% 下调至 1% 至 2% 的区间。下一条，美股期货周三上涨，因科技股反弹推动纳斯达克飙升，投资者准备迎接美联储关于是否降息的决定。标普500指数期货上涨 0.9%， 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上涨 1.5%。此前该科技股指数大幅收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上涨 0.1%。 让我们关注，美联储预计将在周三结束政策会议后维持利率不变，但如果通胀继续呈现进展，则为9月降息敞开大门。下一条，波音公司任命前 Rockwell Collins 首席执行官凯利·奥特伯格为新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此前遭遇困难的飞机制造商公布了比预期更大的第二季度亏损和营收不足。最后这条是7月份美国私营部门新增就业岗位远低于预期，但这可能并不真正反映出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步缓和。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